你学中文很久了，但还是听不懂，说不出口吗？对，我就是这样。我脑子里永远先想英文，再翻成中文，这让我觉得好累。那问题其实很简单，你还没有学会用中文思考。今天我们教你一个方法，让你开始直接用中文想。直接用中文想，这听起来好难。我的大脑好像会自动切换到英文。别担心，现在先做一件事，不要想英文，试着用中文想一句话。我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刚刚在想，我在听你说话。很好，这就是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善。我是茂，谢谢你来听我们的分享。如果你想每天进步一点点，记得订阅我们并开启通知铃铛，我们会教你最实用的中文学习方法。我很想知道，怎么才能摆脱这种翻译大脑？如果你今天听完，可以开始用中文想一句话，你就已经比很多学习者进步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我学了这么久，还是不会说？我背了几千个单词，但一张口就卡住。关键就在于你在翻译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方法错了。我每一句都在脑中转英文，先想英文句子，再找对应的中文字，最后还要检查语法。但翻译会让你卡住，你不是在用语言，你是在转换语言，这会消耗太多的脑力。没错，每次跟中国朋友说话，我都觉得大脑快要冒烟了。现在问你自己，你脑中是不是也在翻译？如果一直翻译，我们就没办法像母语人士那样自然对话了。是的，我们看小孩子怎么学语言，他们不翻译，也不分析，那他们怎么学？他们没有另外一种语言可以参考啊。他们只用想法，直接把声音和画面连接起来。例如，我要吃，我累了，我喜欢。原来不用完整句子。我以前总想着要把主词、动词、宾语都放对。对，用中文思考，不是考试，是反应。当你饿的时候，直接想到饿，而不是想英文的饿怎么说。这种感觉很像是在建立一种新的直觉。现在是一个用中文说一件你现在的感觉。我在听播客。非常好。第一个方法是把中文放进生活，不是学中文，是用中文过生活。例如，我总不能整天对着家具说中文吧？其实可以，例如你在家，我在厨房，我在喝水，我在走路。听起来有点像是在自言自语。没错。再进一步，画面思考。看到咖啡，不要想英文的单词，直接看到咖啡的画面，然后联想到咖啡。所以我是直接跳过英文那个步骤。对，现在看你身边一样东西，用中文说出来。电脑，我看着它，想着电脑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但我很怕说错。如果我说了错的词，会不会养成坏习惯？这是关键，你一定会错，错是学习的一部分。所以不用完美，我真的很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完全不用，你现在是在训练，不是在考试。如果你还在怕错，你会永远停在翻译模式。我明白了，就像练习游泳，不能一直抓着岸边不放。下一步是思考快，不要组句子，直接用结构。例如，我觉得，我想，我要去。这样会比较快，因为我不需要从头开始构思，
对，大脑会开始自动化。当你说“我想”，后面的东西会自然流出来。我想喝可乐。不错，现在用“我想”说一句话，我想去旅行。再用“我觉得”。我觉得中文很有趣。太棒了！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帮我们点个赞，这会帮我们把视频推荐给更多人。这确实能让大脑反应快很多呢。没错，所以要多听中文播客，你会反复听到这些结构，大脑就会自动储存它们。既然说到了听，我发现我听的时候也会翻译。听的时候翻译更累，因为说话的人不会等你。对呀，我刚翻译完第一句，对方已经说到第5句了。听力训练也要用画面，听到苹果，大脑里应该出现红色的水果，而不是英文单词。我试试看，如果我听到下雨，你的脑子里应该出现湿漉漉的街道。明白了，这需要很多练习吧？每天5分钟，比如你刷牙的时候，想3个中文词。牙刷、水、镜子。对，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英文那个中间人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直接连接了2根电线。非常形象。除了自言自语，还有一个进阶方法，叫做环境替换。环境替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把你的手机语言换成中文。哇，那我会迷路的，我可能连怎么打电话都找不到。这就是重点。你在压力下，大脑会学得最快。听起来很刺激，但我还是有点不敢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可以先从社交媒体开始，关注几个中文博主。这样，我每天刷手机的时候，看到的都是中文。对，让中文进入你的视觉系统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当我遇到不会说的词怎么办？翻译模式又会回来。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当你遇到不会的词，不要马上查字典，那我要怎么表达？试着用你已经会的简单中文去解释它。比如我想说电梯，但我忘了这个词。你可以说那个可以上下的小房子。这很有趣，那个带我上楼的东西。没错，这就是母语者的思维。我们忘词的时候也是这样解释的。所以关键不是词汇量，而是怎么用简单的词说复杂的事。没错，如果你喜欢这种学习逻辑，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小技巧。既然词汇量不是唯一的关键，那我每天背单词还有意义吗？当然有，但不要孤立的背，要在句子里背，要在场景里背。所以不是背苹果，而是背我想吃苹果。没错，因为我想吃是一个现成的结构。这种结构就像是一个个乐高积木，我只需要把它们拼起来。这个比喻太棒了。中文语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积木的排列。难怪我觉得中文的动词变化比英文简单多了。是的，中文没有复杂的时态变化，我们用了或者过。我已经学过了，但我总是用错。别太在意，即使你用错了，大家也能听懂。沟通比语法准确更重要。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另外，我建议你写中文日记。日记，我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怎么写日记？一句话日记，比如今天天气很好。这个我可以。或者今天我很忙。很好，
然后再慢慢增加难度。比如，今天我很忙，因为工作很多。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，让我觉得中文没那么可怕了。最后一个关键，你的脑内声音一开始一定是母语，这很正常，没关系，慢慢混合中文就可以。所以不需要一下子全换成中文。没错，一点一点增加比例。现在跟我说一句，我正在学中文。我正在学中文。如果你想进步更快，可以试试心理日志。每天睡前回想3件今天做过的事。我也觉得，这不需要很复杂的语法。对，比如我今天上班，我吃了饭，我很累，还要记得把中文和你的情绪连接起来。正是如此，感到开心或累的时候，直接用中文表达出来。最后，请记住，每天练习5分钟，比偶尔1小时更有效。像训练肌肉一样，要持续。放松心态，不要怕犯错。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方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你今天用中文想了哪一句话。我们会回复你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集见。再见。